嗨，大家好，欢迎回到我们这一次的解说。今天我们要来一场非常深度的心理学探索。从小到大，我们常常被教导要随时保持微笑，拥抱阳光，对吧？但你知道吗？有时候那种过度正面的态度，反而会变成一种隐形的心理伤害。今天我们要来拆解的，就是一个生活中非常普遍，却又经常被大家忽视的现象——毒性乐观主义。如果你准备好了，就让我们一起把这个复杂的概念理清楚吧。心情研究所，用科学读懂你自己的情绪。说真的，你一定有过这种经验，对吧？当你因为生活或工作上的挫折感到精疲力尽，好不容易鼓起勇气跟朋友抱怨说：“我最近真的很累。”结果对方拍拍你的肩膀说：“哎呀，加油啦，往好处想，这点小事算什么？”就在那一瞬间，你原本的疲惫不但完全没有消失，是不是反而莫名其妙觉得更委屈、更难受了？跟你说，这真的不是你的错觉，这其实是大脑在对你发出求救讯号。为什么会这样呢？这就带出了我们今天要谈的核心概念——毒性乐观主义。它本质上就是用一种过度乐观的态度去强行否定或者压制那些真实存在的负面情绪。简单来说，它就像是硬生生的在你痛苦的伤口上贴上一张画着大笑脸的贴纸，然后要求你假装一切都很好。好，那我们就直接切入重点，来看看毒性乐观跟我们平常说的健康正面思考到底有什么不一样。这里最关键的差异就在于你是接纳现实还是拒绝现实。我们来对比一下这两种生态就懂了。健康的正面思考其实是建立在接纳上面的，也就是说，你允许自己承认，对，现在状况真的很糟，但我相信我可以慢慢走出来。可是毒性乐观呢，它完全是在拒绝现实，它会直接下指令告诉你，不可以难过，难过是错的。你看，这种态度根本就是直接剥夺了我们感受当下情绪的权利嘛。接下来，我们来看看生活中常常筑起的这道正能量之墙。其实有很多听起来像是鼓励和关心的话，暗地里却在否定你的感受。我们来听听看日常生活中常常出现的这几句。比如说最经典的这句：“想开点的好啦，没事的啦。”听起来很像在帮你解围，对吧？但实际上，这句话潜台词是在告诉你，你的痛苦是多余的，你现在的悲伤是不正确的。它等于是在否定你的真实感受。还有这一句，杀伤力超强的，哎呦，比你惨的人多的是。这句话真的很可怕，因为它直接把内疚感当成武器。他试图拿别人的不幸来强行压制你的痛楚，搞得好像你根本没有资格难过一样。再来这句也是，你已经很幸运了，不要不知足。哇，这句话一出来，直接把你的负面情绪跟不知感恩画上等号。当你听到这句话，你原本的难过不但没被接住，反而还会因为自己有了这些感受而觉得深深的羞耻。总结刚刚这几句话，你会发现，不管他们表面上包装的多温暖，背后传递的信息其实只有一个，那就是你不被允许有你现在的感受。这等于是把一个人的心理防线给彻底摧毁了。所以，这种情况到底有多严重？我们接着来看看科学研究是怎么解释的。长期被这样对待，大脑和心理到底会发生什么事？最关键的点在于，知名心理学家布蕊尼·布朗提出的一个概念。他发现当你向别人展现脆弱，结果却被对方的正能量给硬生生堵回来的时候，你会经历所谓的双重失落。第一重是你原本的问题根本还在那里，痛苦丝毫没有减少。而更致命的第二重是，你会突然产生一种全世界根本没有人懂我的巨大孤独感。这种附带的二次心理创伤，往往比一开始的问题还要折磨人。我们再来看看史丹佛大学的这份研究数据，他们证明了，当你被迫在痛苦中挤出笑容时，你的大脑其实正在进行极度消耗能量的情绪劳动。你想想看，你一边要感受真实的痛，
另一边又要假装它根本不存在，这两件事完全是冲突的啊！这会大量消耗你的脑力，长期下来会怎样？你会变得情绪麻木，开始怀疑自己，最后甚至会彻底失去在人际关系中展现真实自我的能力，因为你潜意识里已经认定，说出真心话只会换来一句冷冰冰的想开点。好，那我们把焦点拉回自己身上，其实很多时候，这种毒性乐观不是别人给的，而是我们自己。我们往往是自己最严苛的批评者。这些自我对话，你是不是觉得很熟悉？我应该要感恩了，根本没资格抱怨。这点小事算什么？我必须坚强，甚至是我不应该拿自己的情绪去麻烦别人。当我们不断在心里重复这些话的时候，其实我们正在一步一步推开自己真实的内在。我们变成了对自己施暴的人，连一丁点脆弱的空间都不留给自己。那为什么对自己这样说会造成这么大的伤害呢？这就必须提到心理学上一个非常核心的概念，叫做情绪小度。你可以把情绪想象成流动的水，它必须先被大脑承认是真实的、合理的，它才有办法顺利流动并被消化掉。当你一直用正能量洗脑自己，我不该这样感觉的时候，你其实就是在宣告自己的情绪无效。你在告诉大脑，我的感受是错的，这才是压垮心理健康的真正元凶。既然我们知道了问题所在，那我们就来看看该怎么解决。如果一味的给予正能量，反而会造成伤害，那我们到底该怎么做？真正的心理支持又是什么模样呢？其实啊，真正的解药从来就不是给予更多的正能量，而是同理心。你要知道，同理心不是要你去帮别人解决问题，也不是急着给什么人生大道理，更不是硬要把对方从情绪的泥淖里拉出来。同理心是单纯的陪伴，是留出一个安全的空间，好好的听他说，并且真心认可他当下的感受。如果你真的不知道该说什么，我跟你说，只要记住这3句话就好。我看到你了，我听到你了，这听起来真的很难。就这样，不需要长篇大论的建议，也不用刻意去喊什么加油，只要带着真诚的心说出这几句话，这就是接住对方真实情绪最棒也最有力量的解药了。你可能会问，为什么短短几句话这么神奇？从神经科学的角度来看哦，当一个人感觉到自己真正被听进去的那一瞬间，大脑里负责处理恐惧和压力的杏仁核，它的活跃度就会立刻大幅度的降下来。所以你看，你完全不需要帮对方解决眼前的烂摊子，你唯一要做的就是停止否认情绪的存在，这样就够了。当然啦，这个技巧不只能用在别人身上，它更应该用在你自己身上。下次当负面情绪袭来的时候，你可以试着做这2个步骤。第一步是承认，告诉自己，好，我现在真的觉得很低落，这感觉是真的的。然后第二步是允许，我允许这个讨厌的感觉在我心里多待一会儿，不要急着把它赶走。记住，只有接纳，情绪才有可能开始健康的流动。好，现在最有趣的地方来了，我们来总结一下今天的核心概念。其实正能量本身绝对没有错，错的是我们用它来否定真实情绪的方式跟时机。当别人很痛苦，或是你自己很需要悲伤的时候，硬逼着自己快乐，那就是一种暴力。真正的心理健康，从来就不是强求自己永远开心，而是你能给自己足够的空间，勇敢地去感受你所有的情绪，不管是好是坏，全都接纳。在学会了怎么正确对待负面情绪之后，下次的解说，我们准备来拆解另一个现代人常遇到的情绪怪兽，那就是焦虑到底算不算是一种病？我们的大脑为什么好像内建了自动担心的程式，想停都停不下来？这个话题超级精彩，下次请务必回来听我们的深度解析哦。
最后，在我们结束今天的学习之前，我想抛一个问题给大家：回想一下你的生活经验，你听过最让你反感、最毒性乐观的一句话是什么？非常欢迎大家在留言区分享你的真实经历，让我们在那里互相看见、互相理解。那我们就下次见喽，拜拜。